大家好，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2024年8月5日，亚太市场再次经历了黑色星期一，日本股市领跌，日经指数暴跌12.4%，创下了自1987年股灾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东证指数下跌12.23%，抹去了2024年的所有涨幅。之后，周二日本股市又强势反弹，盘中最大涨幅超过了10%。从暴跌熔断到强势反弹，日本股市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自从2023年以来，日本股市一直是全球表现最为亮眼的市场之一。日经指数从26000点一路飙升至最高的42000点，连巴菲特都持续增持日本5大商社的股票，为日本资本市场背书。实际上，日本股市的总市值位列全球第3，仅次于美股和中国的 A 股。虽然日本股市仅为美股的1/10，但是它深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率高达30%，交易量占比更是达到了60%。对于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的朋友来说，了解日本股市不可或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日本的股市。右边列表是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如果你想知道投资日本是否适合你，请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哦。请点赞转发本期节目。我的频道每周会更新关于投资理财和个人成长的内容，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请订阅并打开屏幕右上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分享啦。日本股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8年在东京设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东京交易所。当时正值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受到了西方的强烈影响，因此早期的股市也是采用了类似欧美的证券交易机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日常的股票交易中常用的 K 线图，或称为蜡烛图，实际上就是源自于日本。不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起源于18世纪的日本米市。那时候米商们发明了 K 线图，用于记录和分析大阪米市的价格波动。后来这种图表逐渐被引入了股市，成为技术分析的重要工具。K 线图通过直观的展示开盘、收盘最高和最低价格，成为全球的股票、期货、期权、外汇市场中广泛使用的基础分析工具。日本有2大交易所，东京交易所和大阪交易所。这2家交易所都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后来在2013年合并，成立了日本交易所集团。接下来我们就简称为日交所。在合并之后，这2家交易所仍然各自履行着不同的职能。东京交易所主要是负责股票、ETF 和债券等现货交易，而大阪交易所则专注于期权、期货等衍生品的交易。谈到日交所的交易品种，股票为主的现货交易无疑是日本证券交易市场的核心。东京交易所设有4个主要市场：Prime 市场、Standard 市场、Growth 市场，以及专为专业投资者设计的 Tokyo Pro 市场。其中 Prime 市场汇聚了日股超过95%的市值，是代表稳健与实力的大型企业的舞台。丰田汽车、东京电子等龙头企业的股票就是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这个市场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者。Standard 市场则是由具备一定知名度和业务基础的中型企业组成，占上市公司总市值的3%。Growth 市场的占比更低，仅为1%，但是它是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初创企业的乐园。除了股票交易，投资者在东京交易所还可以进行债券和基金等其他类型的投资。日交所的另一半大阪交易所则提供了多种期权和期货的交易服务，包括指数期货、指数期权、国债期货和个股期权等等。我们通常是通过美股的3大指数来了解美股市场的整体表现的，其中标普500指数反映了大盘的健康状况，纳斯达克100指数则专注于科技和创新领域，而道琼斯指数则代表了美国的传统工业和蓝筹股的走势。在日本股市同样拥有众多的指数来反映日股市场表现，追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发展和趋势。然而对于普通的外国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了解日经225指数和东证指数这2大核心指数。日经225指数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追踪的是日本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225家公司的股票。表面上看，日经225指数和标普500指数有些相似，但是它们的选股标准却不一样。
标普500指数是基于多项原则的综合选股，而日经225则是根据股票的流动性，选取在东证 Prime 市场上成交量最为活跃、市场流动性最高的225只股票。此外，日经225指数采用的是价格加权的方式进行计算，这一点又和道琼斯指数类似。与日经225指数不同的是，东证指数覆盖了东证 Prime 市场的所有股票，成分股超过了2100只，占日股总市值的 95%。东证指数的计算则是采用了更为普遍的市值加权模式。对于投资者而言，虽然无法直接投资这些指数，但是他们可以选择投资追踪这些指数的 ETF。目前在日本股市有7只 ETF 追踪日经225指数，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Next Funds Nikkei 225 ETF， 代码是1321，它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其余6只 ETF 的总和。而追踪东证指数的 ETF 中，规模最大的是 Next Funds Topics ETF， 代码是1306。尽管日经225指数中的科技股权重超过了 50%， 但是由于该指数采用的是价格加权的计算方式，因此相比之下，东证指数的参考价值更高。截止到2024年的7月，东证指数中排名前7位的公司分别是丰田、三菱、UFJ 金融集团、基恩士、索尼集团、日立制作所、东京电子和软银集团。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电子领域，属于传统行业，与美股中以高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主的7巨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巴菲特钟情于投资日本的资本市场？这就不难了解了。在他所投资的5大商社中，有三菱商事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都是位列东证指数前10的权重股。如果你有兴趣投资日本股市，那么一定要了解它与美股交易规则的区别，因为有些规则差异会影响到你的投资策略。首先，两者的交易时间差异显著。美股的常规交易时间为周一到周五，除了法定节假日外，东部时间上午9点30到下午4点。除了常规交易时间，投资者还可以在早上4点到9点30进行盘前交易，和在下午4点到8点之间进行盘后交易。相比之下，日股的交易时间就会更短一些，它的交易时间是从周一到周五，除了法定节假日，当地时间的上午9点到下午3点。不过中午的11点30到12点30之间还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并且日股没有盘前和盘后的交易时间。其次，两者在股价涨跌幅限制上差别很大。美股对于个股没有固定的涨跌幅限制，这意味着波动性很大的股票在一天之内可能会暴涨或者暴跌 50% 甚至更多。然而美股设有熔断机制来防止市场的过度波动，例如当标普500指数的跌幅达到了 7%， 就会触发1级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跌幅达到了 13%， 就会触发2级熔断，再次暂停交易15分钟。如果跌幅达到了 20%， 则会触发3级熔断，当天剩余时间停止交易。相对而言，日股对于个股就设有涨跌幅限制，它会根据股票的价格和市值的不同，通常是在 10% 到 30% 之间。不过日股的熔断机制比美股要复杂很多，而且并没有对股指设定熔断规则，而仅是对相关的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品生效。每类产品的熔断规则也各不相同。例如本周一日本股市暴跌采取的熔断实际上是对股指期货交易的暂停。第三，两者的最小交易股数也不相同。美股通常可以1股起买，比较灵活，而日股通常需要100股起买。对于股价较高的股票，例如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集团，每股的股价约为4万日元，买入100股就需要400万日元，约合 2.7 万美元。这对资金有限的散户来说，门槛就比较高。第四，虽然美股和日股的交易模式表面上看都是 T+0， 但实际上是有所不同的。在美股市场，同一只股票的买卖次数没有限制。假设我当天买入了一只股票 A， 然后卖出，后来觉得这只股票可能会大涨，于是在收盘前又买回，只要资金充足，这种操作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日本股市，当天卖出的股票所得的资金不能在同一天再次买入同一只股票，但是可以用于购买其他的股票。最后，两者的交易结算时间也不一样，美股的结算时间是 T+1， 而日股是 T+2。
日股和美股的差异也给追求市场多元化的投资者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作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日本市场与欧美市场的相关度较低，这为投资者提供了理想的区域多元化选择。对于希望在投资组合中加入亚洲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日本股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项。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日本股市涵盖了许多全球领先的行业，如汽车、电子、制造业、消费品和金融服务等。希望投资这些领域的外国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日本股市从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中获利。虽然日本的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但是从长远来看，日本企业的稳健性和持续创新能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回报。此外，日本企业通常比较愿意向股东支付较高的股息，许多大型企业都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股息分配政策。对于追求股息收益的投资者而言，日本股市无疑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市场。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那下期节目再见，拜拜。